社畜连续通宵2天半，狂干游戏，刚走出家门就猝死倒地，却转生成了异世界贵族家的小儿子，家里光漂亮女仆就有好几百个。拥有前世记忆的社畜简直乐不思蜀。而这天，他又意外发现自己还带着外挂，只需要盯着一个人看，脑海中就会出现这人的各种资质等级。比如这个名叫米雷的士兵，明明是个牛逼的 archer， 却非要去当那幸运翼的 lancer。亚尔斯就给他提了个建议，让他试试弓箭。米雷一开始还嫌弃这种武器太逊，结果听小少爷的试了一下，就真香了。明明是第一次射箭，却能百发百中，连中10环。周围的人纷纷惊叹，他应该去当工兵啊！米雷自己也立刻放下对弓箭的成见。当然 B 等级的射箭才能还不算什么，亚尔斯可是随便一逛街就能找到面板属性极佳、资质堪比诸葛亮的超强人才。儿子发现士兵才能的事情很快传到了老父亲那里。这个老父亲虽然是农民出身，却有与生俱来的勇武才能。听到亚尔斯说是靠直觉发现的，父亲就让他好好磨练这个直觉，这样等他当上领主就可以任人唯贤，发掘一大批忠于自己的家臣。亚尔斯当然也知道这种事情，之后好好了解了一下这个世界，发现自己的前途相当黑暗。首先，他们领地所在的塞马佛斯帝国的政权很腐败，到处都有农民叛乱，所以各地贵族都会加强自治，中央却放任不管。这样下去，迟早会发生七国之乱那样的事情，整个国家爆发大规模战争，帝国也随之倒台。如果真到了那时候，作为领主肯定要率领自己的士兵争得一席之位。想到平时对自己那么好的女仆姐姐们，还有天天给自己做香香饭的厨师先生，亚尔斯暗下决心一定会保护好他们。当天就跑到镇子上物色家臣了。可惜大部分人的资质都很一般，亚尔斯眼睛都看酸了，只能坐在街边休息。突然撞见一个黑皮小哥被人从家里赶出来，这个肤色是马尔加人，从大海另一边的大陆来的，大部分都是奴隶的身份，受到这边人的歧视。小哥可怜巴巴的靠坐在墙边，亚尔斯于心不忍，就上去给了他一个面包。这一看不打紧，面前的黑皮小哥居然是个天才，拥有无懈可击的压倒性才能，能力值足以媲美日本最杰出的英豪之一织田信长。亚尔斯眼睛亮晶晶的看着丽兹，结果这小子吃了他的面包就跑。亚尔斯就跟他来到了小巷子里，开门见山说想让他成为自己的家臣，还亮明了自己的身份是领主的儿子。可惜丽兹根本不想陪小屁孩过家家，但他的肚子非常诚实的咕咕叫了几声。亚尔斯立刻抓住机会，使用美食的诱惑，终于让丽兹肯陪他走一趟了。可家里的佣人们对马尔加人也有歧视心理，怎么可能让丽兹吃和少爷一样的饭菜，只给了他一份纳豆。亚尔斯就艰难地把自己的椅子拉到了丽兹身边，告诉所有人他是自己重要的客人，要吃和自己同样的饭菜。女仆赶紧去重新准备。小少爷对自己的善意也让丽兹卸下了心防。他自称之前是佣兵团的，不过很多同伴在战争中死去，佣兵团也解散了。他漫无目的的漂泊到了这里，说什么也要留丽兹做自己的家臣，还为他争取了一个机会。为什么招个家臣还得见家长？老父亲一看丽兹这小黑皮，就眼皮一跳，自己如花似玉的小儿子怎么非要跟这个小黑皮在一起？他说什么也不同意。亚尔斯只好又搬出了自己的直觉，非说丽兹拥有极为出色的才能，不信的话您可以测试一下呀。老父亲拗不过小儿子，便带丽兹去了训练场和自己模拟作战，赢了就算过关。亚尔兹一听就慌了，丽兹现在才14岁，怎么可能打得过自己经验丰富的父亲？哪怕父亲说会稍微放点水，他也担心的不行。但丽兹同意了，也愿意当亚尔斯的家臣，只因为他对自己说了一句话：我需要你。试问哪个男人能经受住漂亮小正太如此热切的期盼？到达训练场后，老父亲先公布了规则，在沙漏漏光之前，只要丽兹能击中他一下，就算他赢。说完后就直接冲上来劈砍，还好丽兹躲得快，这也让他见识到了领主的实力。还没来得及多想，下一击就又来到身前，丽兹完全失去了主动权，只能被迫勉强招架。一旁的士兵们却看得惊叹不已，平时就算领主对他们放水，他们也不可能砍到他，剑也会被立马打落。可那个马尔加人居然一步也不退让，而且领主大人看起来也是使出了全力。结果那位士兵话音刚落，丽兹就被领主击倒在地，时间已经没剩多少。丽兹脑海中回荡着亚尔斯的那句话，终于是开始全力进攻。电光火石之间，两人的刀重重相撞，领主宣布比赛结束，而他的头发也飘下了一缕。丽兹刚刚居然真的砍中了他，领主也按照约定
同意收丽兹作为小兵，同时对发掘了他才能的亚尔斯寄予厚望，说不定自己这个儿子能当皇帝呢。而从今天起，丽兹就是亚尔斯的贴身侍卫了。几个月的时间，让丽兹跟亚尔斯家的人都相处不错，还接受到了教育。目前是整个罗本特家里拥有最高智慧的人，甚至连原本歧视他的女仆姐姐们都开始恍然大悟。哎呀，仔细一看，这黑皮小哥长得还是很不错的嘛。可惜丽兹满心满眼只有自家小少爷，此时正在给亚尔斯上历史课。这个大陆原本有7个国家，后来被安塞尔王国统一，并且改名为塞马福斯帝国。然而200年后的现在，这个庞大帝国却已经是濒临毁灭。现任国王居然只是个8岁的孩子，自然也是个傀儡皇帝，实权都被沉迷派系斗争的家臣们掌握。目前各地都已频频发生叛乱，将来很可能还有一场大战等着这个国家的人。所以亚尔斯必须从现在就开始积蓄实力，招揽人才，为战争做准备。丽兹觉得大战的开始应该会是他们领地所在的米西安州，因为州长已经相当年迈，大概活不了几年就寿终正寝了。按理说应该让长子继承，可次子却更为优秀，州长就一直犹豫不决。兄弟俩肯定要为了继承权爆发战争的，而亚尔斯的父亲似乎站在长子那边。当然，他的决定没啥意义。帝国分为7个州，每个州又分为许多郡，亚尔斯家的领地就位于米西安州的卡纳雷郡。亚尔斯的父亲也是郡长的家臣，到时候真要站队的话，亚尔斯的鉴定技能肯定是能派上用场的。这时丽兹忍不住感慨，这可是个好机会啊，只要在大战中表现优秀，领主大人就能升官。不过他们也需要招揽更多的人才了。亚尔斯迫不及待就带着丽兹去镇上，刚出门就遇到了父亲。父亲想拜托大家找一下擅长魔法的人，拥有鉴定技能作为外挂，究竟有多爽？虽然亚尔斯自己干啥不行，但是他能给自己找一群厉害的手下呀。亚尔斯家里现在还没有擅长魔法的人才，而魔法兵往往能改变战局，是战争中必不可少的。说到魔法，亚尔斯就想起来他以前也被父亲要求展示过魔法才能，结果那次之后，父亲就再也不让他施展了。接着丽兹骑马带亚尔斯来到了城郭城市卡纳雷，这里的人口是亚尔斯他们家领地的50倍，走在街上的人看起来都很富裕。亚尔斯也想让自家黎民过上这样的好日子，然而鉴定了好一会儿，也没有发现拥有魔法资质的优秀人才。两人路过一条小巷子的时候，亚尔斯看到了和街上的繁华截然不同的一幕，里面是横七竖八躺着的无家可归的人。亚尔斯想帮他们，却无能为力。他改变了刚刚的想法，让这些弱势的人也能好好过生活，才是真正的好城市。他也希望有才能的人能在这些人当中。作为被少爷拯救的人，丽兹心中极为自豪，保证自己一定会好好辅佐他。然后带亚尔斯来到了市集，这里居然还有卖龙蛋的。没见识的外乡人被老板3两句就忽悠住了，一听说只要1枚银币1颗，当场掏出3枚银币。没想到下一秒，发狂的丽兹就剑指奸商，有理有据地证明了这些龙蛋为什么是假的，只是巨大蜥蜴蛋罢了。奸商无法也不敢反驳。眼看丽兹要痛下杀手，教训这个让自家少爷出丑的家伙了，亚尔斯吓得赶紧阻止。丽兹总算恢复了理智，亚尔斯也暗下决定，以后要好好读书，不然真可能会出人命的。结果去买小吃的时候，钱包又被人偷了。丽兹立刻抱住小少爷追小偷，一把扯下小偷的斗篷，万万没想到居然是个女孩子。两人追着女孩来到了小巷子里，却目睹那个女孩被一群混混殴打。亚尔斯看不下去，出言阻止。这些小混混根本不是丽兹的对手，3两下就被解决了，狼狈的互相搀扶着离开。亚尔斯刚想关心一下少女的情况，定睛一看，这不就是他心心念念的魔法人才吗？魔法资质 S 级，而且领导力和武勇也高的不行，明明只是个11岁的少女。于是还没等把钱包回收回来，亚尔斯就迫不及待递出了橄榄枝，可少女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，因为她歧视这些愚蠢伪善的贵族。凭什么他们天生就能天天过好日子？他们拼尽全力，却只能在小巷子里忍耐酷暑和严寒，连第2天的晚饭都没有着落。少女痛恨这些自以为是的贵族，当然都被抓包了，她也只能老老实实的交出钱包。而刚刚那些是奴隶商人的手下，这个少女是从奴隶商人那里逃出来的。为了躲避奴隶商人，本
本应逃得更远的他，却因为放心不下这些在小巷子里生活的孤儿，只能继续留在这里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。亚尔斯心疼少女的遭遇，把丽兹刚刚要回来的钱包又给了少女，少女也是毫不客气收下，带着孩子们扬长而去。万万没想到，当天晚上机会就来了，一群孩子匆匆在街上跑着，被亚尔斯撞见，赶紧向他求救。夏洛特姐姐被抓走了，这大概是最弱鸡的转生龙傲天了。脆皮社畜猝死后转生异世界，唯一的外挂只有那双鉴定眼，于是亚尔斯干脆当起了刘备。总之，先把各种人才招揽到自己麾下。可这个拥有魔法天赋的少女却怎么都不肯当他的家臣。少女从小就是流浪的孤儿，只能靠着偷东西为生，结果还落到了奴隶贩子手中，被壮汉拳打脚踢，还把他偷的钱给拿走了。夏洛特下意识想要反抗，却很快又被摁在地上。奴隶商人劝他还是老实点好，就算回去都还是得生活在垃圾堆里。万万没想到，白天被自己狠狠嘲讽过的小少爷居然带着跟班来救他了。丽兹非常能打，一上来就撂倒了几个壮汉。奴隶商人看亚尔斯一副贵族家小少爷的打扮，就更加不以为意了。毕竟他手里这些奴隶基本都是被所谓贵族买去的，要么虐待，要么玩弄。夏洛特不明白亚尔斯这么做的意义，亚尔斯却懂了为什么夏洛特的眼神那么空洞，因为他的野心数值是1。所谓野心，就是那个偷偷怀抱的心愿，同样也是一个人想要变得更好，不想放弃，并且迈向未来的希望。数值为1，说明夏洛特已经放弃未来了。奴隶商人听完只觉得好笑，你居然跟奴隶谈未来，真是不谙世事的小少爷呀！亚尔斯快气炸了，守护孩子的未来本来就是大人的责任，可奴隶商人却剥夺了他们的未来。这番话触动了夏洛特的心灵。早在雨中看到马车里被悉心呵护的孩子时，他就认清了自己没有未来的事实。可为什么在听到这个小少爷的话之后，他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呢？利欲熏心的奴隶商人却不在乎这些，直接把手下们全都喊了下来。亚尔斯一点也不怕，毕竟他有利兹先生呢。利兹也早已按耐不住，居然敢惹他的亚尔斯大人生气，这群人就该以死谢罪。直接掏出短刀，3两下就将那群人全部击倒。奴隶商人没办法，只能挤出杀手锏了，是比之前更加壮硕的壮汉。这人以前还是卡纳雷军的步兵队长，因为素行不良被撵出来的。壮汉一把就握碎了手中的酒杯，想给几个小孩点颜色瞧瞧。亚尔斯却早已看清他的数值，一点都不担心丽兹会输。果不其然，边弓丽兹一跃而起，抓住了吊灯，紧接着踹向壮汉，将其踹退后，又闪身到他面前，一记上勾拳砸中壮汉的下巴，壮汉再起不能。奴隶商人这才慌了起来，赶紧表示自己可是得到了卡纳雷郡长的承认的，他们不能对他出手。亚尔斯也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大，直接掏出一袋的钱，说要把夏洛特买下来。奴隶商人本来不愿意的，被丽兹物理威胁了一通之后，不同意也得同意了，不然就是人财两空。听到奴隶商人松口，丽兹露出了和善的笑容。亚尔斯对这个结果也很满意，转身朝夏洛特伸出了手，3个人一起和和美美的回家去。而在那之前，夏洛特说有个地方想带他们去一下，到的时候恰好晨光熹微，站在高处俯瞰整个城镇，刚露头的太阳将光洒向这片大地，场面又壮观又美丽。每次看到这幅美景，夏洛特就会觉得在那个镇上发生的痛苦回忆根本微不足道。而现在他想将这个地方分享给亚尔斯和丽兹，因为他想看到亚尔斯实现心愿，帮他打造出那个让他这样的人也能安心生活的城市。亚尔斯回想起前世做社畜的时候，每次感到疲惫或痛苦时，只要看到小孩子的笑容就能得到鼓励，因为小孩子的笑容充满了希望啊，怀着希望就代表对未来的可能性充满期待，这种期待蕴含着巨大的力量。所以亚尔斯要打造让孩子们能永远怀着希望的归宿，这也是城市统治者的使命。丽兹和夏洛特都不觉得亚尔斯说的话幼稚，反而被深深打动了。夏洛特也心甘情愿做他的手下，不过他还需要先测试一下魔法天赋。丽兹掏出一个道具让夏洛特施法，这还是夏洛特第一次使用魔法呢，将手伸向天空，跟着念出了咒语，话音刚落，就有无数火焰聚集并冲天而起，在空中爆炸。城镇里的人听到动静都被镇住了，魔法道具应声碎裂，亚尔斯和丽兹直接惊掉下巴，这是真正的魔法天才啊！而夏洛特提出做家臣的要求是将自己的薪水全部给那些流浪的孩子，亚尔斯当然不会拒绝，毕竟他们家管吃管住，夏洛特也用不到他的工资。最后他又告诉了夏洛特一句话，我很期待你的未来。夏洛特也被亚尔斯彻底折服，单膝下跪以示忠心。和那群孩子告别之后，夏洛特就跟着亚尔斯和丽兹回了家。领主一看儿子带回来的是个女孩子，说什么也不同意，怎么能让女孩子上
战场呢。亚尔斯直接让夏洛特给父亲大人演示了一下，老父亲眼睛都瞪大了，啥也别说了，以后请多指教。转眼间过去了3年，这几年的形势的确如亚尔斯之前所料，各地开始陆续爆发战争。亚尔斯的父亲有好几次被迫出征，不过他们领地的气氛一点也不阴沉，这次也是大获全胜，这都多亏了夏洛特。而在此期间，亚尔斯还多了一对双胞胎弟妹，两人的属性都非常不错。这时利兹也跑过来汇报说找到了新的人才，有个猎人家族刚搬到这个领地，那个家族的兄弟俩风评很好，亚尔斯迫不及待就出发去招揽新人才了。猎人家族住在森林里，本来是利兹和亚尔斯一起去的，夏洛特放假没事干，也非要跟着他们，3个人挤在同一匹马上，亚尔斯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。偏偏夏洛特为了展示自己的忠心，还紧紧地搂住了他，一路上都在跟利兹斗嘴。突然一头毛猪一闪而过，下一秒就被飞来的利箭射中，正是亚尔斯他们要找的那兄弟俩。亚尔斯用鉴定眼一看，面板属性果然非常不错，一个有步兵资质，一个有工兵资质。证明身份之后，两人将亚尔斯他们带回了自己家。兄弟俩的父亲做了一大桌子菜招待小少爷，小少爷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，想请兄弟俩来他们家当士兵，能给领主家当士兵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荣誉。老父亲欣然同意，还对亚尔斯吹捧了一番。其实这个家还有另一个孩子，但是父亲对小儿子的评价不是很好。几人正聊着呢，小儿子就悄悄从房间里跑出来，摸了个面包就准备回去，被父亲发现后厉声叫住，非得让他也过去打招呼。这小儿子明显是个社恐，亚尔斯只是随便看了一眼，就发现这也是个响当当的人才，年仅5岁，知略就已经达到了109，其他资质也基本上都是 A 和 S， 数值高的离谱。亚尔斯一口老茶喷了出来，这个才智值是怎么回事？简直就是黑田官兵卫啊！他说什么也要把小儿子罗塞尔也招揽到自己手下。不过老父亲的反对，直接上前问罗塞尔愿不愿意做自己的家臣。然而这话在罗塞尔听来就是让他去战场上当炮灰送死，吓得哭着跑回了自己的房间里。老父亲对这个结果丝毫不感到意外。小儿子跟2个大儿子的性格截然不同，既瘦弱又胆小，而且孩子妈在前2年也去世了。从那之后，罗塞尔就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也不去练习射箭和打猎，恐怕今后连生活都成问题。亚尔斯就告诉他，这孩子并不适合打猎或者打仗，他应该运用他聪明的头脑成为军师。亚尔斯对罗塞尔势在必得，直接闯入房间开始攻略，发现罗塞尔手里抱着一本书，得知他喜欢看书之后，就开始用自己家的图书馆进行诱惑。罗塞尔果然没能经住引诱，但他要求必须带着哥哥们一起去。兄弟3人就跟着亚尔斯来到了家里，2个哥哥先去参观了士兵们平时训练的地方，罗塞尔则被带到了图书室，这里面的书都可以随便他看，如果有不懂的问题也可以问利兹。等亚尔斯念完书回来一看，罗塞尔已经累得睡着了，一直在图书馆里陪着他的利兹简直不可思议，这孩子不仅过目不忘，还能进行联想，更深入了解词汇的意义。随着阅读量的增加，才智数值也在不断的上升，光是这学习能力就足够让亚尔斯惊叹了。这时2个哥哥也回来了，亚尔斯从他们口中得知，其实罗塞尔压根儿就不识字。说话间，罗塞尔也醒了过来，被问到怎么回事之后，他告诉众人，是因为他经常会回想起小时候妈妈念书给自己听的情景，就把听过的文字和书上的字做对照，然后就看得懂了。好家伙，全靠自学看懂文字，这才能说什么也不能被埋没呀。现在的问题在于，该怎么让罗塞尔的父亲相信自己这个小儿子也是有才能的。利兹就提议可以让罗塞尔用射箭以外的方式捕到猎物。罗塞尔就在哥哥们的鼓励下搞了一个陷阱，直接活捉了一大群毛猪。父亲看到后一脸懵逼，罗塞尔这才告诉了他自己的真实想法。原来他一直担心哪天哥哥们实现梦想成为士兵，父亲一个人狩猎太过危险，所以就开始琢磨搞陷阱的事情了。因为书上有说毛猪有冲撞黄色东西的习性，他就做了涂成黄色的围栏，毛猪们果然一头接一头的撞了进来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在附近放了香草，小猪和正在养育孩子的母猪讨厌这种味道，就不会靠近这里，就算一不小心跑进去也能从小洞里逃出来，这样就不会担心物种灭绝了。罗塞尔还教育父亲，在狩猎的时候应该思考怎么与自然共存。父亲终于意识到了小儿子的才能，却并没有称赞他，而是让2个大儿子明天带罗塞尔一起离开，然后向亚尔斯深深鞠了一躬，将自己的孩子们全都拜托给了他。没有得到父亲一句夸奖的罗塞尔忍不住沮丧起来，他觉得父亲果然是讨厌自己的，毕竟就是因为他的出生才害得妈妈身体不好，所以每年母亲的忌日，罗塞尔都会一个人躲在房间里，今天晚上也是如此。哥哥们都在房顶上跟父亲告别，他们也不理解父亲为什么就不能称赞弟弟一下。原来父亲为自己没能
能发现罗塞尔的才能而悔恨，他的确每次只会苛责罗塞尔，这样的他没资格当父亲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放手，让孩子在能发挥所长的地方度过人生。父亲说着说着就痛哭了起来，而这些话全都被房间里的罗塞尔听得一清二楚。听到父亲说他们3个都是他最宝贝的儿子之后，罗塞尔的眼泪也流了下去。第二天，兄弟3人收拾好东西，准备跟亚尔斯离开。而在那之前，罗塞尔冲劈柴的父亲大喊了一声：“我是不会讨厌爸爸的。”虽然他在家里完全派不上用场，但他会在亚尔斯大人家努力念书，学习各种知识，帮上这个村的忙，也会努力做出更棒的陷阱，希望到那时候还能再跟父亲一起生活。最后痛哭流涕的父子俩互相道别，看到一家人解除误会又和和美美，亚尔斯心里也很欣慰呀。